史上越和中则越亲美，越反中则越亲美。你越和中，你手上筹码增加。30年来，美国对台湾最好的政策是免签，谁任内完成的？马英九。为什么美国要给台湾免签？因为美国要把台湾拉住。台湾目前两岸分治怎么样去取得对台湾的稳定发展，对两岸是有绝对贡献。小两岸的和平是大两岸稳定的基石，但大两岸不好的时候，小两岸必然动荡，小两岸的动荡也会让大两岸更加的破碎。我们到底要当凯子到什么时候？川普已经很明确，台湾在他眼中不重要的地方，保护费，来考虑要不要保护。没有条约，没有保障，钱没到位，滚！5000亿绝对是镜花水月。赖清德政府跟洗地仔不要再欺骗国人，现在要交保护费，凯子未来被人家利用的棋子，到最后被人家弃子，应该是台湾的命运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台湾家真的那么悲哀吗？一定要付保护费才能生存吗？我们不能够有尊严一点吗？马英九时候，我们跟美国好，跟大陆也好，你那时候有听过我们要对美国付保护费吗？没有啊。马英九的军事采购维持平常，那可是到蔡英文跟赖清德的时候，整个拉高，台湾有更安全吗？没有嘛。国人同胞要了解一下，而且台湾的尊严、台湾的这个利益不能被践踏。今天在赖清德、沈伯洋在这群人的把持之下，我们的台湾已经越来越悲哀了。从现在要交保护费，凯子未来会被人家利用的棋子，到最后被人家弃子，应该是台湾的命运吗？我们到底要当凯子到什么时候？5000亿，我敢讲，绝对是镜花水月，因为它不是川普要的。赖清德政府不要再欺骗国人。曾几何时，我们台湾人把保护费想得如此理所当然，没有条约，没有保障。现在一边倒的，为什么主观的这么期待美国？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筹码，所以我们只能主观的去期待。而这个没有筹码是为什么？因为把两岸关系给摧毁掉了。因为两岸关系太糟了嘛，你太糟，你没有任何平衡筹码，你没有任何可以做两边 balance 的筹码。没有，等于是零。其实是历史上是这样，越和中则越亲美，越反中则越亲美。青岛的亲，你越和中，你手上筹码增加嘛。台湾目前两岸分治这个状态的时候，台湾还是在国际上有一个基本主体性。那在这个主体性之下，怎么样去取得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关系，对台湾的稳定发展，其实对两岸是有绝对贡献。所以其实这个和中虽然也会换取美国真正的亲美，但事实上也让两岸、让台湾变成一个桥梁，可以沟通大两岸，所谓的中美太平洋两岸。小两岸的和平是大两岸稳定的基石嘛。但大两岸不好的时候，小两岸必然动荡，而小两岸的动荡也会让大两岸更加的破碎。为什么？因为等于是中国要握住这个筹码，中国大陆握住这个筹码，美国要打出这个筹码，两边的概念就不一样了。这30年来，美国对台湾最好的政策是免签，谁任内完成的？马英九。为什么美国要给台湾免签？因为两岸好嘛，美国要把台湾拉住嘛，我们的命运操纵在别人手里。川普很轻蔑台湾，他非常后悔接蔡英文的电话，赖清德总统府才主动说我们没有要打电话给川普，不是，是他根本不接你电话。川普已经很明确了，台湾在他的眼中是个不重要的地方，唯一的就是你要提高保护费，我才考虑要不要保护你。我考虑啊，我不见得要保护你啊，但你没有钱没到位，滚！在他心中，台湾没有价值。台积电已经变成美积电之后，股权全部稀释成美国嘛，厂又迁到美国，良率又比台湾高。赖清德政府跟洗地仔不要再欺骗国人，老老实实把川普上任之后我们会面临的风险，从马斯克要求厂商迁移开始解释，我们怎么去因应，还有我们要不要加税，达不到 GDP 5%，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这个东西都要讲清楚，而不是你今天用一个5000亿军购的新闻去混淆视听。川普即将要上来，这个川普海啸的问题，赖清德政府有办法应对吗？我现在看起来最大的问题就是赖清德只有对在野党很硬，动不动就千鸟不会出来哦。我认为他对国际的概念很有问题。我们面对川普以及未来的川普主义，美国会回到一个比较偏向于孤立跟保护主义的道路的情况之下，我们台湾还剩什么？我们在两岸之间采取这么的抗中模式，赖清德讲抗中保台，可是抗中跟保台是分开的，你抗中不一定能保台。川普很可能走的一个路线叫抗中卖台，我抗中，但台湾我照样卖，因为我抗中，未来美国50年甚至于更久，我跟中国两强要较量，要分一个胜负。我在军事、在太空领域、在经济、在各个领域竞争，在情报领域竞争。川普主义、川普路线走的就是抗中卖台路线。抗中卖台不是说他觉得台湾很有价值，而是他觉得台湾如果对他妨碍，他就顺便卖掉，反正就是买1送1嘛。川普主义的核心是什么？他为什么不要战争？逻辑很简单，
战争导致战债上升，战债上升你就没办法减税。对，它是一个闭环逻辑。他这个成本算得清楚啊。他们对川普是实质查核政府成本，对，他把政府当一间大企业来做。所以今天最新的消息嘛，民进党里面真的没有人懂美国，懂美国了。好了，这稍微有点懂美国。比如说蔡英文，不管面对川普或面对拜登，总能舔得恰到好处。台湾是可歌可泣，随时可以割舍，随时可以放弃，只要你没有价值。只要你交的保护费不够，只要你对我来讲，比习近平对我来讲更重要，你随时可歌可泣。所以今天川普主义就是抗中卖台，海水退了才知道谁没穿裤子。对，川普海啸来了才知道谁是旱鸭子。我认为赖清德就是国际的旱鸭子，啥都不懂嘛。然后像顾立雄为了保官位，他真的懂国防，他真的懂国际吗？我也是疑问啊。川普这几年大家也领略到了，川普第一任确实被很多官僚牵着走，对，所以以至于他卸任的时候叛徒一大堆嘛。川普特别发文点名2个人，一个叫做 Mike Pompeo， 另外 Haley， 谢谢他们过去的付出，道理一个。在过去蔡英文时代所跟美国政府达成的 deal。有多少还算数？比如说 IPF， 我们一直想加进去，这个美国一直说有机会 ，IPF 是不是凉掉都是个问题啊？我看是一定凉，应该凉掉了。21世纪台美贸易倡议，因为川普他不喜欢任何这种所谓的双边的或者是多边的国际贸易或者是协定。21世纪台美贸易倡议肯定也没啦，邓中白哭了，每天跟普丁、跟习近平、跟金正恩、跟杜特地，每一个都是榜上名列有名的独裁者嘛。对吧？就是西方认定的独裁者，他都 buddy 啊，他就跟这些人buddy，因为在企业里面，川普就是最大的独裁者。他欣赏这样的一个，他一辈子这样干嘛？而且你想，川普这个人是什么逻辑？他们家3代房地产商人他创业是靠什么？老爸给他1桶金嘛，对，老爸给他人脉嘛，看起来是白手起家，那实际上不是嘛？就这种家传人脉，看起来像白手起家嘛。所以川普要什么？都很清楚，他的性格，而且过去所有的总统个人的性格对于政府体系的影响，跟川普对个人体系的影响那是不一样。川普强调就是把权力收归集中，这是他的一个核心。川普现在是他的选票又破纪录了，从6400万票，这一次到现在计票还没完，已经破了7500万票，打破了自己的纪录，实在是很厉害。在整体投票率至少下降了4个百分点左右，他的选票逆势上涨，真的是王者回归啊！对啊，所以我说他的权力大得不得了，所以他的个人的好恶，就美国过去很少有家人可以这么深度的介入政治，对，而且大拉拉的。伊凡卡的时候就争议很大了嘛，对，不许让他争议很大嘛。现在小川普完全不演了，呛泽伦斯基吗？对，你剩38天零花钱可以用了，对，你零用钱是38天，好白哦，直白讲啊，因为一国的元首被人家这样羞辱，好难看哦。到美国的法律，他们是不能有实质职务的，对，制度都是拿来给人玩的，他有实质影响力就好了啊。对嘛？懂王他其实长得跟他爸爸没那么像。懂王回归稍微帅一点的，他长得比较像他妈妈啊，比较像他妈妈。对，因为川普的老婆都超美，都是美女嘛。对啊，所以他子女一个个都是男帅女美啊。我们要了解川普的人格跟他的主义。人家问你说，那你喜欢赖清德，讨厌赖？其实我也不讨厌赖清德，也不是喜欢赖清德。对，赖清德个人不错，可是意识形态我们不能。我们对他都是基于公务上的批判，很实际的分析啊，超越情绪才能变得更强。